会想，数位转型究竟跟我的企业有什么关系？根据市场预测，到了2025年，台湾的80%的企业都拥有自己的网站，这意味着数位化这件事情不再只是喊一喊而已，而是所有企业必须要重视的课题。数位化呢是数位转型的第一步，那它的目的是把原本传统的，比如说一些资本流程或是手动操作转换为一些数位的形式，实现的就是资料的集中管理。比如说我们比较有感的是，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已经改用 iPad 进行这些数位的这个签约嘛。当他这么做了以后呢，在签约的那个当下，他就可以上传到他们公司的这个资料库，他就可以马上管理到这些档案，让业务后续在管理这些客户他会更有效率，只需要进入到系统就可以查找这张客户签合的这个订单。这个阶段的重点核心就是把资料集中，当我资料集中，我的企业才可以想我进一步要怎么优化这些资料，这就是数位转型的第一步。那数位转型的第二步就是数位优化。当我把这些资料集中了以后呢，我下一步就是我要利用工具来优化这些工作流程嘛，让日常的这些运作可以更有效率。这个阶段的目的就是提升整体的一个效率。比如说原本的这种很繁杂的这些手动流程，我要怎么样导入一个自动化流程，让这样的流程可以更顺畅。以麦当劳点餐为例，麦当劳呢其实就是把它的数位工具跟流程做结合。它以前最强大的就是它的 SOP 嘛，它可以把这些流程又把它变成数位化，就是用数位工具来取代这些原本要人工做的这些 SOP。当它推出这个自动点单机以后，它可以帮助你的客户可以自己下单，可以减少你在柜台等待的时间，它可以确保这些订单的准确性，它也提升了客户体验，也降低了它原本需要有一个柜台人员的这些人力的成本支出。所以这个阶段其实数位优化的核心就是为了要提升效率，帮助你的流程更加的顺畅。那第三个阶段就是数位转型。数位转型其实就是最核心的一个层次嘛。这个阶段呢，其实不仅仅只是数据的优化、工具的优化、流程的优化，更进一步是需要通过这些数位的技术，从根本上去改变企业原本的运营的这些方式，可能重新找到企业能够增长的一些核心价值。所以呢，其实在数位转型的核心就是为了要帮助你重塑你的竞争模式，你到底要用什么样更聪明、更好的方式跟你的竞争对手来竞争？你必须要导入这种数位的技术或者是数位转型的观念，来帮助你的企业增加你的核心的竞争力。在这样的数位的浪潮之中，其实只有这种拥有最多客户数据、善用各种技术来重塑自己企业的，才可以在企业之中立于不败之地。其实数位工具有非常多种，关键就是说你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会导入什么样的工具。譬如说你是一间工厂，如果你永远都不知道你的工厂现在有多少库存，你一定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成本，你一定没有办法控制你现在要进多少的料来应付后面的这些订单。其实像工厂一定要有一套好的库存管理工具来管理现在目前的库存已经到多少了，那提醒你什么时候应该补货，什么时候应该清库存，你就可以减少很多这些营运上的这些成本的这些浪费。分享我们自己在导入工具，其实我们导入了行销工具。那在没有导入这样的工具之前，其实我完全不知道我的广告效果如何，哪一些渠道对我来讲它的客户转换率是比较高的，哪一些活动其实它吸引不到我的受众客户。那自从呢我们公司导入了这样的数位工具以后，我可以确实的追踪每一笔、每一个客户、每一个商机生成的来源，它的转换率、它的点击率，它花了多少钱取得。就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精准数据，可以帮助我们行销成本可以降低30%，那但是我们效果却可以提升2倍。那这就是有工具、有数据跟没有工具的差别。今天呢，我们探讨了数位转型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帮助你的企业突破现有的瓶颈跟痛点。其实数位转型呢，并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变革，或是单纯的导入一套工具，它其实是整个策略跟流程化的全面优化。它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段道路啦，它不会是因为你今天做了这件事情，数位转型就成功了。数位转型这件事情是永远不会停止的，你永远不断的需要帮助你的企业做转型，你才有办法跟市场上的其他优秀的企业竞争。下一集呢，我们会跟你分享4种启动数位转型的方法，那也会解答8个企业转型经常遇到的一些常见问题，让你在实践数位转型更有方向。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数位转型跟数位行销的知识，欢迎到我们哈巴博的部落格，我们里面有非常多详细的文章，我们会把资讯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你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影片。我是以望，我们下次见。